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喽。前几天仪态做了期王骁并肩而战的视频，看评论区大家的留言真的感慨良多。陈情令之后，主演的心路走得还蛮不一样的。当时因为人设的问题，二人几乎同时爆红。可自从227事件后，肖战受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，后遗症至今还在。反观王一博，这段时间依旧在稳扎稳打。综艺方面，天天向上的主持事业稳步发展，这就是《街舞3》里大家有目共睹的舞蹈能力。影视方面，赵文颖的产后复出之作《有匪》中担任男主角，后续还有多个作品待播，还成为了双11直播时让主播们暂停卖货的男人。可就是这样，王一博最近还是出了问题。前2天，一位名为被他剪的编辑突然发帖，让王一博的粉圈离自己的书远一点，并用很长的篇幅控诉了王一博粉丝的行为。大概意思是，他作为一名刚入职的编辑，负责的一本20-30万字的小说《记忆》，在小说刚刚上线的短短几天内，被王一博粉丝以养号的目的不断标记评论，说是11月11号才有的现货。但不到1周的时间里就有了上百条读过，且短评里不是复制高价内容的，就是发一些莫名其妙句子心得的，就连长评也是复制粘贴的，还说明了王一博粉丝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因为明年王一博的作品就要播了，为了到时候方便打分评论，所以现在要先养号。仪态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啥是养号。首先，该编辑所在的平台发展多年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书影音交流和评分网站。基本上，普通人若是想要大致了解一部不熟悉的作品的优劣程度，都会通过该平台评分的数值来进行基本判断。仪态呢，也经常用这个软件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，才会有开头该编辑粉丝便投入大量人力。一个人分别开设多个账号，以集体刷分的方式，试图将王一博的作品送上一个好看的分数。因为之前就出现过大量类似刷分的事情出现，因此平台为了公平考量而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活跃机制。总而言之，平台会先判断评分的账号是否为新号或者僵尸号，若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打分数便不会最终生效。也是在这样的机制下，大家先去给其他作品打分或评论，随着账号一步步被提高等级或者活跃度后，自己给其他作品的评分才有效。打开前面那位编辑的作品评论区，确实是有很多看起来很水的评论，甚至还有带乱码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该编辑是如何确定在此养号的是王一博的粉丝呢？因为他统计了这些评论账号的信息，发现大部分都是11月份刚注册的新号，且 ID 和想看的作品和看过的作品都与王一博有关。事发时，王一博粉丝确实有证据证明正在号召养号。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他们的目标，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刚好排在该平台页面新书推荐的第1位。该编辑发帖记录后，王一博粉丝又组团给这本书打低分，还说编辑是在蹭热度，导致该书的评分直线下降，现在又升回来了。而把这件事情扩散大的博主似乎也因为被投诉而炸号，不止记忆，其他作品也中枪了。粉丝们用多个好看的这类口水话来凑字数评论，包括今年重新出版的雷蒙德·卡福当我们谈论爱情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，还有小众口碑片气球。事情有些发酵后，还是有理智的粉丝来给被他剪服软道歉的，但仍有一些别有用心者似乎不甘心自己被批，想要拉人共进退，于是就有了蔡徐坤、朱一龙、肖战等人的粉丝也被控诉都有养号的行为，甚至还摆出了之前肖战粉丝发的养号攻略，专挑豆瓣 TOP 250的电影打分，评论可以直接抄真实观众的。蔡徐坤的粉丝贴心的做了图，一步步指导粉丝养号，周一龙粉丝则更全面，大大小小的教程做了汇总，甚至还细分到了每一个步骤。另外，李现、任嘉伦、罗云熙的官方后援会都有号召粉丝养号的行为，目的都只有一个，为自家偶像的作品打高分，让偶像的成绩看起来漂亮一些。日前，该平台发出声明称，将严厉打击任何养号及组织行为，一经发现违规账号将受到处罚。最后，王一博方也及时发表声明，谴责养号注水，提倡尊重作品、创作者和平台。这得亏王一博发声发得早，不然到时候防不胜防又被有心之人给搞了，谁能说得清啊？其实常年混迹八卦圈，仪态非常理解粉丝们这种为爱发电，
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爱豆，向爱豆表达爱意和支持的行为。而且养号这种行为在饭圈并不稀奇，能看得出来模特姐姐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偶像，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该作者恶意评分，但大多数粉丝并没有真的认真看过自己评分的作品，基本采用了复制粘贴的方式来进行养号，这带来的弊端就十分明显。截止目前，网络上已经有很多部作品出现了明显波动。也许在部分粉丝眼中，他们觉得给一本书刷评论没有什么大不了，说不定还给这本书加了热度。可这本书包含着作者、译者、编辑的心血，他们可不这样想啊！自己辛苦出版的作品却沦为饭圈养号刷分的工具，正常人看了都会生气吧？如果不是这次事件揭露了养号刷分的乱象，或许饭圈的这一乱象仍然处在暗处。以太也只能说，再冷门的书籍，再不火的明星，都有一群真情实感守护的读者和粉丝。过分的行为只会给自家正主招来恶评。话说回来，肖战和王一博这种正能量的人，为啥总是被黑，或者被一系列的繁琐事儿给缠住？抛开他们的一些不理智的粉丝，以太是真的觉得没那必要黑。他们又不是人民币，做不到人人喜欢。我感觉他们的性格是很典型的当代的两种年轻人，一种是经过大学、经过社会工作的打磨，磨得你失去了棱角，每说一句话、每做一件事都要深思熟虑，努力的去迎合，希望自己不会在哪一点上惹别人的不快。另一种是不管风雨怎么折磨我，我依然保持我的底线，我想这样我就要这样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我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好，也不能说哪一种不好，只看他们后来红了，也不去说自己以前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也不卖惨，认真做着自己的事，做一行爱一行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我们就应当给予支持吧。最后小小抒情一下吧，俗话说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因为优秀，所以总有人嫉妒。肖战和王一博身上发生的事儿，也在时刻提醒以太自己要更加的努力，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C台的视频，就请多点点和关注，C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